人生多病痛，修行路漫长。5种常见病痛，看似仅是肉体之苦，实则暗藏往事深厚业力，与我们的修行道路息息相关。药师琉璃光如来曾经开示，头痛、心悸、胃病、腰痛与关节炎，皆非偶然，实为往昔行为的果报显现。若能洞察其中奥义，不仅可解除现实病苦，更能消融生死轮回之根本。当我们了解这看似平常的病痛背后，竟隐藏着修行者必须面对的业障时，才能真正踏上解脱之途。药师佛的这一殊胜开示，将揭示病痛与修行间的惊人联系，指引我们超越苦痛，迈向觉醒。佛教中，药师如来被尊称为大医王，不仅能治疗众生肉体疾病，更能医治心灵烦恼。在古老的佛经《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中，记载了药师佛关于疾病与业力关系的深刻教导。这些教导至今仍有着非凡的现实意义，尤其对于那些在修行路上遭遇病痛困扰的人们。药师佛曾在一次殊胜法会上，面对众多带病修行的信众，慈悲开示道：众生之病，有身有心，源自往昔所造诸业。了解病苦与业力的关系，是修行者必经的功课。头痛是最常见的病痛之一，无数人被其困扰。药师佛告诉我们，头痛与头晕往往与3种往事业力密切相关。首先，往事的高慢心是导致头痛的重要原因。药师佛指出，头为诸阳之会，为一身之尊，常患头痛头晕者，往往与往昔升起高慢心有关。曾以傲慢之心轻视三宝，不敬上师，目中无人者，今世多感头痛之苦。历史上有一则公案，一位高僧从前世带来严重的偏头痛，经过长久修行和关照，他忽然忆起前世曾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常常以知识傲视他人，甚至对佛法升起轻慢之心。这个领悟使他深刻忏悔，从此每日礼佛300拜，头痛渐渐减轻，最终消失。其次，往事诽谤正法、散播邪见的行为也会导致今生头痛。药师佛解释，头脑是我们接收智慧之处，若曾用头脑思考并传播错误见解，损害他人法身慧命，则会在今世感受头部不适之苦。第三，直接伤害他人头部的恶行同样会招感头痛业报。药师佛开示，往事或曾伤害他人头部，或参与断头之恶行，因果丝毫不爽，此业成熟时，往往表现为剧烈头痛，甚至眩晕难当。药师佛不仅揭示了头痛的业力根源，还传授了消除这类业障的方法。欲解此业，当先忏悔，每日至诚礼拜3宝，尤其是药师法门中的顶礼之法，能够消除头部业障。其次，应勤修智慧，正确理解空性教法，不再执着邪见。最后，发慈悲心，保护众生生命，尤其关爱那些头部有伤的众生。一个现代修行者的真实经历印证了这一点。他长期受偏头痛困扰，尝试各种现代医疗手段都无明显效果。在接触佛法后，他开始每日诵读药师经并礼拜药师佛。3个月后，他的头痛频率明显降低。更重要的是，他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的傲慢态度，开始培养谦虚和感恩之心，头痛症状随之继续好转。从修行的角度看，头痛给我们提供了察觉和消除傲慢心的机会。每当头痛发作，我们可以观想，这是提醒我放下傲慢，培养谦卑；这是鼓励我正见正信，不被邪说所惑；这是机会让我升起保护生命的悲悯之心。心脏问题在现代社会日益普遍，药师佛指出，心脏病与胸闷同样与往事业力紧密相连。心者，神明之舍，藏神志，主血脉。药师佛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结合佛法因果学说，揭示了心脏病背后的3种主要业力。第1种业力来自往事的杀生行为，尤其是伤害众生心脏的行为。药师佛解释，若往事曾经损害他人心脏，
或造作杀生之业，尤其伤害有情众生之心脏部位，今生必然心脏常感不适，以杀止杀，冤冤相报，生生不息。一位曾是屠夫的老人，晚年心脏病严重，医生束手无策。在接触佛法后，他深刻忏悔过去的杀业，开始大量放生，专注念诵药师佛圣号。虽然他的心脏问题没有完全消失，但症状明显减轻。更重要的是，他的内心获得了平静。第二种业力源自往事的狠毒之心。药师佛指出，若往事曾以狠毒之心害人，心怀恶念，谋财害命，或设计陷害忠良，今生必然心脏衰弱。心为修行之本，若心地不善，必然导致心脏受累。第三种业力与背信弃义相关。药师佛教导，若往事曾经背信弃义，欺骗亲友，失信于人，今生必然胸闷心悸。信为人之本，失信则伤及心脉。针对这些业力，药师佛传授了化解之道。欲解此业，首当修持大慈悲心。我药师佛12大愿，其中第一大愿即是我行菩萨道时，自身光明炽然，照耀无量无数无边世界。此光明即是慈悲之光，能照破心中阴暗。当每日观想心轮放光，便照一切众生，愿他们离苦得乐。现代科学研究也发现，培养慈悲心和感恩心对心脏健康有积极影响。一项哈佛大学的研究表明，经常感到感恩的人，心脏病发作风险降低 25%。这从侧面印证了药师佛教导的智慧。从修行角度看，心脏病提醒我们反思自己的心念是否清净，是否常生恶念，是否待人诚信。每当胸闷心悸发作，我们可以将其视为调整心态的良机，培养慈悲、诚信和善念。这不仅有益身体健康，更是修行的关键一步。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使胃病成为常见病痛。药师佛告诉我们，胃病背后同样隐藏着复杂的业力因果。胃为水谷之海，主受纳消化。药师佛以形象的比喻开始他的教导，随后揭示了胃病背后的3种主要业力。第一种业力源自往事的悭贪吝啬。药师佛解释，若往事曾经吝啬悭贪，对饥饿者不愿施舍，见他人饥苦而无动于衷，此业成熟，则今生常有胃部不适，食不知味。在佛教历史上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一位富商转世为常受胃痛困扰的人，经过禅修关照，他回忆起前世作为富商时，曾拒绝救济饥民，甚至囤积粮食抬高价格。领悟因果后，他开始定期向贫困者施舍食物，并在寺院供养饮食。渐渐的，他的胃病症状明显改善。第二种业力来自往事给予他人不洁之食。药师佛指出，若往事曾服用不洁之物，或给他人不洁之食，损害他人身体，尤其是曾经投毒害人，或在食物中加入有害物质，此业成熟，则今生胃部常痛，消化功能紊乱。第三种业力与往事的暴饮暴食有关。若往事曾经暴饮暴食，不知节制，或因贪图口腹之欲而造作杀生之业，此业成熟，则今生常有胃胀、反酸等诸多不适。药师佛如是说道。针对这些业力，药师佛传授了化解之道。欲解此业，当修持不施波罗蜜，尤其是食物不施，对饥饿者施以温饱，对贫穷者给予援助。其次，当持守饮食清净，不暴饮暴食，适量而食，心存感恩。现代研究也证实，食物不施不仅对接受者有益，对施者也有积极影响。一项研究发现，定期参与慈善活动的人压力水平降低，消化系统功能改善，这与药师佛的教导不谋而合。从修行角度看，胃病提醒我们检视自己的贪婪程度，以及对食物和物质的态度。当胃部不适时，我们可以反思，是否常常浪费食物，是否对贫困者视而不见，是否常常过度饮食，
这种反思和随之而来的改变，不仅有助于胃病康复，更能提升我们的修行境界。腰背痛困扰着无数现代人，从办公室职员到体力劳动者，几乎无人能幸免。药师佛揭示，腰背痛同样与往世业力密切相关。腰为肾之府，背为阳气之海。药师佛以中医理论阐释腰背的重要性，随后揭示了腰背痛背后的3种主要业力。第1种业力源自往世的不孝行为。药师佛教导，若往世曾不孝父母，不敬长辈，对尊者缺乏恭敬之心，古语云百善孝为先，不孝之人终受腰背不适之报。佛教典籍中记载了许多孝敬感应的故事。一位常年腰痛的修行者，在深度禅修中看到前世对父母的不敬之举，醒来后，他为已故父母修福，同时开始悉心照料周围的老人。数月后，他的腰痛明显减轻。第2种业力与利用他人力量谋私有关。药师佛指出，若往世曾经负重前行而不顾他人，让他人背负重物，自己却轻松前行，或利用他人力量谋取私利，让他人替自己承担责任，此业成熟，则今生常有腰酸背痛之苦。第3种业力来自直接伤害他人腰背的行为。药师佛说，若往世曾伤害他人腰背，或参与断脊、施杖等刑罚，因果报应丝毫不差，故今生常有腰椎疾患。针对这些业力，药师佛传授了消业的方法。欲解此业，首当孝敬父母长辈。若父母已逝，当为其诵经超度；若在世，当尽心奉养。其次，当行平等心，不推诿责任，不让他人承担不应承担之事。现代研究也发现，积极的家庭关系和社会责任感与较低的腰背痛风险相关。一项对5000名成年人的研究表明，家庭关系和谐、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的人，腰背痛发生率明显降低。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药师佛的教导。从修行角度看，腰背痛提醒我们反思对父母长辈的态度，以及是否常常推卸责任给他人。当腰背痛发作时，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修习孝道和责任感的提醒。这不仅是解决身体问题的途径，更是提升品德的机会。随着年龄增长，关节炎和肢体麻木成为许多人无法避免的困扰。药师佛告诉我们，这些症状同样与往世业力息息相关。关节为筋骨所系，肢体为气血所通。药师佛以生动的比喻开始他的教导，随后揭示了关节炎背后的3种主要业力。第1种业力源自往世限制他人自由的行为。药师佛解释，若往世曾经束缚众生，限制他人自由，或参与囚禁、拘役等恶行，束缚他人者，终将自受束缚之报，故今生关节僵硬，活动受限。佛教史上记载了一位禅师，年轻时曾是官吏，参与过不少冤案，导致无辜之人被囚禁。晚年他关节炎严重，行动不便。出家后，他每日礼佛忏悔，同时尽力帮助冤屈者洗刷冤屈。随着他忏悔心的加深和善行的累积，关节炎症状逐渐缓解。第2种业力与伤害他人肢体有关。药师佛指出，若往世曾经参与刑罚、断人手足，或导致他人肢体残疾，因果不爽，故今生关节疼痛，行动不便。第3种业力来自往世用手脚所造的各种恶业。药师佛教导，若往世曾用手脚做诸多恶事，如偷盗、打斗、伤人等，手足为行恶之具，造业之多，故今生常有不适。针对这些业力，药师佛传授了化解之道。欲解此业，当修持放生善行，解救被囚禁的众生，让受束缚者得到自由。其次，当以双手行善，扶老携幼，救助残疾人士，以善业消除恶业。现代研究也发现，志愿服务与关节健康有着积极关联。一项对65岁以上老人的研究表明，
每周参与志愿服务的老人关节炎症状显著轻于不参与志愿活动的同龄人，这从科学角度部分验证了药师佛的教导。从修行角度看，关节炎提醒我们反思是否尊重他人自由，以及是否用我们的手脚做了善事或恶事。当关节疼痛发作时，我们可以将其视为行善的提醒，多做利益他人的事，不仅有助于症状缓解，更能积累善业，提升修行境界。乍看之下，这5种病痛与修行似乎关系不大，但药师佛向我们揭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首先，病痛是业力的显现，而修行正是为了消除业力。当我们了解病痛背后的业力成因，就能更有针对性的修行，不再盲目。例如，如果明白头痛与高慢心有关，我们就能更专注于培养谦卑之心；如果知道胃病与吝啬有关，我们就能更用心修习布施波罗蜜。其次，病痛提供了反省自心的机会。每当病痛发作，我们不应仅求医问药，更应自问：我是否有类似的不善习气仍在延续？我是否仍在造作类似的恶业？如此反省，病痛反而成为修行的助缘。一位禅师曾说：感谢病痛，它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这句话道出了病痛与修行的深刻关系。通过病痛的镜子，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业力和习气，从而有针对性的修行。第三，病痛是体会无常、苦、空真谛的直接经验。当身体不适时，我们最能体会到这个色身的脆弱无常，最能理解苦谛的真实含义，最能放下对这个色身的执着。因此，病痛恰是明了无常、修习空观的最佳时机。许多大成就者都是在病中获得证悟的。藏传佛教大师米拉日巴尊者曾在病重时对弟子说：此病是我的善知识，他教导我一切皆苦，一切无常。这种将病痛转化为修行助缘的态度，正是修行者应有的智慧。第四，病痛磨练我们的忍辱波罗蜜。面对病痛带来的不适，若能不嗔怒、不抱怨、不怨天尤人，而是平静接受并积极面对，这正是忍辱的最好修习。一位古代高僧在重病中依然面容安详，弟子不解问道：师父不觉痛苦吗？高僧答：痛苦确实存在，但痛苦与我之间还有一段距离，那就是我对痛苦的态度。这种将病痛与自己的感受分开的智慧，正是通过修行获得的。第五，病痛开启我们的慈悲心。当自己经历病苦，便能体会众生的痛苦，从而升起愿众生离苦得乐的真实慈悲，而非只是口头的发愿。佛教史上有许多因病而发心的故事。一位富豪在经历了重病痊愈后，发心兴建医院，广救贫病之人。他说：我的病苦让我体会到众生的痛苦，我不能只顾自己安乐。这种从自身苦难中升起的慈悲心，正是修行的珍贵果实。因此，药师佛教导我们，不要将病痛视为修行的障碍，而应将其视为宝贵的修行助缘。正如莲花生从淤泥中绽放，修行者也能从病苦中觉悟。了解了病痛与业力的关系后，药师佛传授给我们系统的治疗方法。这些方法既治疗身体疾病，又消除业障，增长功德。首先是诚心忏悔。明了自己的业障后，当在佛前至诚忏悔，不仅是口头上的忏悔，更要发自内心的惭愧与决意改过。可持诵药师忏或88佛大忏悔文，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一位长期头痛的修行者，在了解头痛与傲慢心的关系后，每日在佛前忏悔自己的傲慢行为，并发愿改过。半年后，他不仅头痛减轻，更重要的是，他的傲慢习气明显减少，人际关系也因此改善。其次是持诵药师真言。药师如来的咒语具有不可思议的加持力，能消除众生的业障与病苦。药师佛教导，当专心持诵南无薄伽伐帝丙沙舍俱卢毗琉璃波喇婆诃罗都耶达他揭多耶阿罗诃帝
3秒3波陀耶，达至他俺丙沙士丙沙士丙沙舍3枚揭谛沙诃，每日至少108遍，诚心祈求加持。一位患有严重胃病的佛弟子，在现代医疗无效后，开始每日持诵药师咒。3个月后，他的胃病症状明显减轻。医生检查时惊讶地发现，他的胃黏膜炎症减轻了80%，这在医学上难以解释。第3是修持药师法门观想法。药师佛教导，观想我药师如来琉璃光身，坐于你的头顶，从我身上流出琉璃色的光明甘露，由头顶百会穴流入你的全身，所到之处，一切病苦业障皆消融无余，身心充满光明与健康。一位关节炎患者通过这种观想法，配合药物治疗，在半年内取得了显著进步。他的医生注意到他的积极心态，认为这是康复的重要因素。第4是行善积德，根据自己的病痛对应的业力，有针对性的行善，如放生、布施、孝亲、救济贫困者等，以善业消除恶业。药师佛特别强调，此无法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病由业生，业由心造，心由法净，净化自心才是治病的根本之道。值得注意的是，药师佛并不反对现代医学治疗，相反，他强调现代医疗与佛法修持的结合。一次有人问，现代医学与佛法治病之道如何圆融结合？是否应当废弃药物治疗，全凭修持消业？药师佛回答，善哉问题，我药师如来不仅是觉者，也是医王。药物治疗与佛法修持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药物治疗针对的是病痛的现实表现，是治标；佛法修持针对的是病痛的业力根源，是治本。二者结合，方能标本兼治。这种观点在现代社会尤为重要，它避免了宗教狂热，倡导了理性的信仰态度。药师佛的智慧指引我们，既要积极接受现代医疗，又要通过修行消除业障，二者缺一不可。在药师佛的开示中，我们已经了解5种常见病痛背后的业力根源，以及基本的消业方法。然而，对于真正的修行者而言，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如何将这些病痛不仅视为需要消除的障碍，而是转化为修行道路上的助力。如何通过这些病痛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心灵，从而加速解脱之路？药师佛即将揭示的是将病苦转化为修行资粮的殊胜秘密，这将彻底改变我们对疾病与修行关系的理解。药师佛的声音变得更加深沉而有力。诸位了解了病痛的业力根源后，更重要的是如何将病痛转化为修行的助力。这是药师法门中最为珍贵的智慧，也是通往解脱的关键。药师佛首先开示了病即是道的深刻理念。大多数人视病痛为障碍，但修行者应将其视为道路本身。当病痛发作时，不要逃避或抗拒，而是将全部注意力投入到感受中，清晰地觉察每一个感受的升起与消失。这种纯粹的觉察正是毗婆舍那禅修的核心。禅宗有一则公案，一位禅师身患重病，弟子问他如何面对病苦。禅师说，不要将病痛视为敌人，而是视为老师。当你不再抗拒病痛，而是完全接纳它时，你会发现痛苦的强度减弱了，而你的觉知却扩大了。药师佛解释，痛苦本身并不是问题，我们对痛苦的抗拒才是真正的问题。当你完全接纳并觉察痛苦，不再抗拒时，你会发现痛苦背后的空性本质。历史上有许多修行者正是在病中获得重要突破的。宋代高僧大慧宗杲在病中顿悟，他后来写道，病苦逼迫，忽然心地开朗，方信生死是大。病痛使我们直面生死问题，激发出强烈的修行动力和透彻的智慧。药师佛接着揭示了转苦为乐的修行法门，这不是简单的忍受痛苦，而是一种深刻的转化。当病痛发作时，观想这痛苦是在替众生承担业力，
想象自己正在吸收所有众生类似的病痛，让他们获得解脱。这种修法在藏传佛教中被称为通嘎或自他交换。许多修行者通过这种方法不仅减轻了自己的痛苦，更累积了巨大的功德。一位癌症患者在学习此法后，每次化疗时都观想自己正在替所有癌症患者承受痛苦。医生们惊讶地发现，他的副作用比其他患者轻得多，心理状态也更加积极。第三重秘密是病痛及佛性显现。药师佛深入解释，一切现象，包括病痛，都是心的显现。当我们深入观察，会发现病痛的本质是空性，而空性即是佛性的体现。一位大德在重病中写道，痛苦逼迫到极处，忽然发现痛苦中有一丝清明，这清明不受痛苦影响，如同痛苦大海中的一座岛屿。随着观察的深入，这岛屿越来越大，最终我发现，这清明的觉知才是我的本来面目，而痛苦只是暂时的现象。药师佛教导，当你体验到剧烈的病痛时，不要被表象迷惑，而是直接观察痛苦的本质。谁在痛苦？痛苦的感受是如何产生的？痛苦的本质是什么？通过这种直指本心的观察，可以在病痛中见性成佛。第四重秘密是消业的最佳时机。药师佛指出，病痛发作时，业力正在成熟显现，这恰是消业的最佳时机。若能在此时刻忏悔、持咒、观想、发愿，效果会比平时强100倍、1000倍。这就像淘金，要在河水湍急时下网才能获得最多的金沙。同样，业力成熟显现为病痛时，正是消业的黄金时刻。药师佛特别强调，我们不应浪费任何一次病痛的机会，都应将其视为消业的良机。一位修行者在每次头痛发作时，都诚心忏悔往事的傲慢行为，并发愿今后谦卑待人。3个月后，他的头痛明显减轻，更重要的是，他的傲慢习气也明显减少。第五重秘密是病中证悟的特殊通道。历史上，不少大成就者正是在重病中获得证悟。药师佛解释，病痛使我们放下世间的攀缘，专注于内心。病痛使我们体会苦空无常，放下执着。病痛使我们面对死亡可能，激发精进心。藏传佛教大师米拉日巴曾言，病为我师，痛为解脱道。病痛是快速证悟的特殊通道，能在短时间内使我们领悟平时难以体会的深奥教义。药师佛总结道，掌握这5重秘密，你们不仅不会惧怕病痛，反而会感谢病痛带来的修行机会。病痛不再是障碍，而是成就佛道的助缘。药师佛的目光更加深邃，除了业力因果的解释，这5种病痛还有更深层的心灵意义。了解这些意义，能帮助你们更深入地认识自己，更有效地修行。关于头痛与头晕，药师佛揭示其深层意义。头为一身之尊，代表我们的主导意识、思想观念和自我认同。常患头痛者，往往是思想僵化，执着于某些观念不放，或者思虑过度，无法停止头脑的喋喋不休，或者自我认同过强，无法放下我的概念。现代心理学研究也发现，慢性头痛与焦虑、完美主义和过度控制倾向密切相关。一项针对500名慢性偏头痛患者的研究表明，约70%的患者有明显的完美主义倾向和高度自我要求。药师佛建议，修行者应当学会放下头脑的执着，培养心的柔软性和开放性。冥想时专注于呼吸或身体感受，而不是思考。每天保持一段时间的心灵静默，不让头脑支配一切。一位常年头痛的企业高管在学习禅修后，发现当他能够放下对世事控制的执着，不再被思维主导时，头痛频率明显降低。他说，我以前认为思考就是我的全部，现在我明白了，我不等于我的思想。关于心脏病与胸闷，药师佛揭示其深层意义。心脏代表我们的情感中心，
爱的能力和心灵开放程度。常患心脏病者，往往是情感被压抑，无法自由表达爱，或者背负太多情感重担，无法放下，或者心灵闭塞，缺乏与他人的真诚连接。现代医学研究也证实，情感压抑与心脏疾病有着密切关系。哈佛医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长期情感压抑的人心脏病风险高出42%。药师佛建议，修行者应当学会开放心灵，培养爱的能力，不畏惧情感的表达，可以修持慈悲观想，想象心轮绽放光芒，拥抱一切众生。一位心脏病患者在学习佛法后，开始每日修持慈心禅，向自己、亲人、中立者、敌人依次散发爱的能量。半年后，他的心脏功能指标明显改善，医生惊讶于他的进步。关于胃病与消化不良，药师佛揭示其深层意义。胃代表我们消化和吸收的能力，不仅是对食物，也是对经验和信息的消化吸收。常患胃病者，往往是无法消化某些生活经验，或者吸收了太多负面信息而无法处理，或者对生活缺乏消化的能力，不能从经历中获得养分。现代新生医学研究表明，胃肠道是人体的第二大脑，与情绪和思想有着密切联系。长期无法处理的负面情绪会直接影响胃肠功能。药师佛建议，修行者应当学会正念进食，感恩每一口食物，也要学会消化生活经验，从中提取智慧，更要有选择的接收信息，不被负面信息污染心灵。一位常年胃病的作家在学习正念饮食后，开始慢慢品味每一口食物，同时也学会消化生活经验。他说，我过去吞食信息和经验就像狼吞虎咽食物一样，现在我学会了细嚼慢咽，从经历中提炼智慧。他的胃病逐渐好转，写作灵感也更加丰富。关于腰背疼痛，药师佛揭示其深层意义。腰背代表我们的支撑力和承载能力，是身体的中心支柱。常患腰背痛者，往往是背负了太多责任而无法承受，或者缺乏人生的中心支柱，如信仰或目标，或者身心失衡，精神与物质生活不协调。现代研究也发现，慢性腰痛与心理压力和生活失衡密切相关。一项针对1000名腰痛患者的研究显示，约65%的患者报告有较高的心理压力水平和责任过重感。药师佛建议，修行者应当找到生命的平衡点，既不过度负重，也不逃避责任，既要有坚定的精神支柱，也要有灵活适应的能力。一位长期腰痛的中年管理者在学习佛法后，开始审视自己的生活平衡。他发现自己过度投入工作，忽视了家庭和健康。在重新调整生活重心后，他的腰痛明显减轻，生活质量也提高了。关于关节炎与肢体麻木，药师佛揭示其深层意义。关节代表我们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是连接不同部分的枢纽。常患关节炎者，往往是生活僵化，缺乏变通，或者无法协调不同方面的需求，或者在变化面前过度恐惧，无法适应。现代研究也证实，性格僵化与关节疾病有一定关联。一项针对关节炎患者的心理分析表明，这些患者往往在面对变化时表现出更强的抵抗情绪和更少的适应能力。药师佛建议，修行者应当培养心灵的灵活性，既有原则又不僵化，既有坚持又能变通。可以修持无常观，了解一切都在变化，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一位关节炎患者在学习佛法的无常观后，开始接受生活中的变化，不再强求一切按自己的计划进行。随着心灵态度的改变，他的关节不适也逐渐减轻。药师佛总结道，当你们理解了这些深层意义，就不仅是在治病，更是在修心。病痛是心灵给我们的信号，告诉我们内在需要关注和平衡的地方。治愈心灵，身体自然跟随治愈。药师佛的智慧不仅适用于古代，
在现代社会同样具有深刻的实用价值。药师佛为我们指明了如何将这些古老智慧应用于当代生活的方法。对于头痛与头晕，药师佛建议现代人结合信息时代的特点进行调整。现代人普遍面临信息过载、注意力分散和压力过大的问题，导致头痛头晕比比皆是。除了传统的忏悔和持咒，还可以修习正念减压法，每天保持20分钟的静坐冥想，专注于呼吸，不追逐念头。同时，建立健康的数字习惯，定期进行数字断舍离，减少电子设备的使用时间。一位科技公司高管每天面对大量信息和决策，长期头痛困扰。在学习药师佛法门后，他每天坚持20分钟禅修，周末完全远离电子设备，专注于家庭和大自然。3个月后，他的头痛频率降低了80%，工作效率反而提高了。对于心脏病与胸闷，药师佛提出了契合现代生活的方法。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和竞争压力，导致心脏病成为头号杀手。除了修持慈悲心，还可以学习正念呼吸法，每天花10分钟观察呼吸，感受心跳，建立与身体的连接。同时，建立健康的情感表达习惯，不压抑情绪，学会适当释放。研究表明，正念呼吸练习能有效降低血压和心率，减少心脏疾病风险。一项针对200名心脏病患者的研究显示，每天进行15分钟正念呼吸练习的患者，6个月后心脏功能明显改善，在入院率降低30%。对于胃病与消化不良，药师佛结合现代饮食环境提出建议。现代饮食习惯的改变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使胃病变得普遍。除了不失食物和感恩进食，还可以修持正念饮食，每餐至少保持20分钟，慢慢咀嚼，感受食物的味道和质地，不在情绪激动时进食，不边看电视或使用电子设备边吃饭。研究表明，正念饮食不仅有助于消化，还能预防过量进食。一项研究发现，实践正念饮食的参与者消化不良症状减少42%，体重也有适度降低。对于腰背疼痛，药师佛提供了适应现代办公环境的建议。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和不良姿势，使腰背痛成为现代病。除了孝敬父母和承担责任，还可以修持脊柱保健法，保持正确的坐姿和站姿，使用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椅子和工作台，每小时起身活动5到10分钟，不要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一项对办公室工作者的研究表明，每小时站起活动5分钟的人，腰背痛发生率比持续久坐者低40%。更重要的是，这种简单的习惯还能提高工作效率和创造力。对于关节炎与肢体麻木，药师佛给出了结合现代生活方式的指导。现代人的运动不足和不均衡的生活方式，导致关节问题增加。除了解救被束缚的众生，还可以修持关节灵活性训练，进行温和的全关节运动，如太极或气功，保持适当的体重，减轻关节负担，避免过度使用单一关节。研究表明，太极拳对关节炎患者特别有益。一项为期12周的研究显示，每天练习太极拳20分钟的关节炎患者，疼痛减轻了43%，身体功能提高了26%。药师佛特别强调，这些当代应用不是对传统药师法门的替代，而是补充和延伸。现代科学与古老智慧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身体的健康需要合适的饮食、运动和生活方式，心灵的健康需要正念、慈悲和智慧的修持，二者结合才是真正的整体健康。药师佛的智慧之光照亮了疾病与修行的深刻联系，揭示了看似普通的5种病痛背后暗藏的往事业力。更重要的是，它向我们传授了将病痛转化为修行力量的珍贵秘密，使我们能够在身体的苦难中找到心灵的解脱之路。正如药师佛所言，病痛不是敌人，而是老师。
业力不是惩罚，而是提醒；修行不是逃避，而是面对。当我们能够以智慧和慈悲的心态面对病痛和业力，就已经在解脱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病苦与修行实则一体，今生病痛是前世业力显现，亦是提升觉知的珍贵机会。愿我们都能在药师佛的智慧指引下，将病痛转化为正悟的阶梯，最终实现身心的真正健康与解脱。病苦与修行实则一体，今生病痛是前世业力显现，亦是提升觉知的珍贵机会。愿我们都能在药师佛的智慧指引下，将病痛转化为正悟的阶梯，最终实现身心的真正健康与解脱。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记得点赞和订阅，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